在20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璀璨星空中，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其独特的令人不安的预言性，占据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它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面镜子，映照出人类通往奴役之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如果说1984描绘了一个以痛苦、恐惧和谎言为基石的硬性集权社会，那么美丽新世界则构想了一个更为隐蔽、更具诱惑力的软性集权，一个建立在快乐、舒适和满足之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并非被剥夺了幸福，而是被幸福所奴役。他们并非反抗压迫，而是热爱着自己的牢笼。赫胥黎的这部杰作远不止于一部科幻小说或社会讽刺作品，它是一场深刻的哲学探险，迫使我们直面关于人性、自由、真理、幸福以及科技伦理的终极问题。它不是在问我们如何反抗暴政，而是在问一个更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当暴政以幸福的面目出现时，我们是否还有反抗的意愿与能力？本文将从几个核心的哲学维度深入剖析美丽新世界所构建的这个看似完美无瑕，实则空洞的文明，并揭示其政治隐喻，以作为他者存在的保留地。野蛮人保留地的存在，并非世界国统治的疏漏，而是其政治结构中一个有益的、必要的设计。它构成了关于他者的 other 的政治隐喻。根据政治理论家卡尔·施密特的观点，政治的本质在于划分敌我。世界国看似没有敌人，但它需要一个他者及野蛮的前现代的保留地来反衬自身的文明和优越。保留地的存在提供了世界国合法性的来源，并在地理上隔离了对世界国不利的风险。通过组织对保留地的参观，世界国的公民亲眼目睹了衰老、疾病、肮脏和非理性的宗教仪式，这让他们更加庆幸自己生活在美丽新世界中，从而加强了对现有体制的认同。保留地是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是世界国合法性的最佳广告。世界国将所有不稳定的元素，如家庭与激情、宗教与衰老等，都隔离在这个可控的地理空间内。它像一个文化上的国家公园，保存着对世界国有害的物种，同时确保它们不会污染文明世界。野蛮人约翰作为从他者世界闯入文明核心的个体，他的悲剧恰恰凸显了这两种政治模式的不可调和。他携带了所有被世界国放逐的价值，如个体尊严与爱情的忠贞、对痛苦的承担和对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一个拥有丰富内心世界、强烈情感和道德感的人。他的出现对这个封闭的快乐系统构成了一次根本性的挑战，但这个世界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存在的空间。他试图用自我鞭笞的苦行来净化自己，以对抗这个世界的倾覆和堕落，但他自我鞭笞的行为却成为热门的感官电影。他的行为在别人看来只是一场奇观，一种娱乐形式。他对个体尊严和精神纯洁的最后坚守，最终被集体的窥淫癖和无意识的残酷所吞噬，将他逼上了绝路。约翰的失败是政治反抗在后政治时代的失败，它隐喻着当压迫以幸福的面目出现时，传统的反抗话语如自由、尊严将变得多么苍白无力。快乐的暴政，幸福与真理的浮士德式抉择。世界国的快乐是一种被精心设计、批量生产和化学合成的产物，从生命之初通过波高诺夫斯基程序实现的人类标准化生产，到婴儿期的辛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再到贯穿一生的睡眠教育，个体的情感欲望和价值观被彻底格式化，他们被塑造成热爱自己社会等级的顺民，满足于消费和肤浅的娱乐。任何可能引发深刻情感波动、带来痛苦或焦虑的因素，如家庭、爱情、艺术、宗教、哲学思考等，都被系统性的根除。当这些预设程序出现纰漏，当个体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一丝不快或空虚时，万能的迷幻药索玛便登场了。索玛是这个快乐帝国的基石，是维持稳定的终极解药。它提供没有眼泪的假日，让人们逃避任何不愉快的现实，沉浸在虚假的极乐之中。赫胥黎借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一种消除了痛苦、挣扎和深度的幸福，还能被称之为真正的幸福吗？这个问题在小说的最高潮，野蛮人约翰 John the Savage 与世界控制官穆斯塔法蒙德的对话中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展现。蒙德作为体制的辩护者，坦然承认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为了绝对的稳定和普遍的幸福，他们牺牲了戏剧家莎士比亚，牺牲了上帝，牺牲了科学的真理探索，牺牲了所有崇高与悲壮。他冷静地指出，在舒适和安逸面前，人们并不需要那些带来痛苦的崇高之物，而约翰这位来自野蛮保留区、熟读莎士比亚的局外人，则成为了真理、激情与人类尊严的捍卫者。他所争取的，并非简单的快乐，而是一种完整的、包含痛苦在内的人性体验。他喊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宣言：我不要安逸，我要上帝，我要诗歌，
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美好，我要罪恶。当蒙德提醒他这也意味着有权不快乐时，约翰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我要求这一切。这场对话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何为良善生活的古老哲学辩论的现代演绎。它呼应了从柏拉图到尼采的诸多思想。世界国所提供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由哲人王精心设计的为了城邦整体利益而存在的高贵的谎言的极致版本，而约翰的立场则更接近于尼采式的超人哲学，强调通过直面痛苦和虚无，以强大的生命意志创造自身价值。更进一步，赫胥黎的构想可以被视为对诺奇克著名的体验机器思想实验的完学预言。如果有一台机器能让你体验任何你想要的快乐，且感觉无比真实，你会选择接入其中，度过虚假但快乐的一生吗？诺奇克认为大多数人会拒绝，因为我们想要的不仅是主观的快乐感受，我们还想要成为某种人，并做某些事，我们渴望真实的行动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美丽新世界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描绘了一个所有人都兴高采烈地选择接入体验机器的未来。索麻就是那台机器的便携版本，因此美丽新世界揭示了快乐本身可能成为一种暴政。当幸福被简化为没有痛苦的生理满足和心理麻醉时，它就异化为一种剥夺人类深度意义和尊严的工具。在这个浮士德式的交易中，人类用灵魂换取了安逸，最终在一个没有悲剧的美丽新世界里，迎来了人性本身的悲剧。自由的幻想。当奴役成为一种热爱，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然而，美丽新世界对自由的探讨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关于政治权利和外部约束的范畴，而深入到意志与决定论的层面。世界国的控制模式之所以比1984更为高明和稳固，就在于它实现了发自内心的奴役。世界国的公民们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在人人都属于彼此的理念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性伴侣，可以享受各种感官刺激的娱乐活动，可以随时服用索麻进入极乐状态。他们没有被禁止做任何事，因为通过从胚胎时期就开始的系统性条件反射，他们根本不想去做任何被体制视为有害的事情。他们热爱自己的社会阶层，鄙视其他阶层。他们对独处家庭和历史感到本能的恐惧和厌恶，他们的欲望被完美的引导和满足，因此他们从未感觉到锁链的存在。赫胥黎在此精准地捕捉到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特别是斯金纳思想的潜在危险。斯金纳认为，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人类的行为完全是由环境和基因决定的。通过精密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可以塑造出任何想要的行为模式。美丽新世界就是一个宏大的覆盖全球的斯金纳箱。统治者不是通过惩罚来控制人民，而是通过奖励无尽的快乐和满足来塑造他们，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走在被预设好的轨道上。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依然是野蛮人约翰。约翰的自由意志是未经驯化的，他的价值观来自于莎士比亚的悲剧阻尼人的宗教仪式和充满痛苦与挣扎的个人经历。他所理解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是承担后果的自由，是成为一个道德主体的自由。然而，在一个彻底消除了选择必要性的世界里，他的自由意志成了一种无处安放的负担，最终将他推向了自我毁灭的深渊。科学的异化，从解放的许诺到控制的工具。美丽新世界的世界观建立在科学技术的绝对霸权之上。然而，小说所批判的并非科学本身，而是科学精神的沦丧和技术的滥用。在这个世界里，科学不再是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伟大事业，而沦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控制的工具。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理性的极端体现。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指出，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最终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解放人类的工具变成奴役人类的工具。当理性只关心如何实现目标，而不追问这个目标是否正义或合乎人性时，它就变得盲目而危险。美丽新世界完美地印证了这一论断。小说中的科学技术在3个层面上实现了对人性的全面改造和控制。第一个层面，生物技术的控制，以波冈诺夫斯基程序和人工受精为代表的生殖技术，彻底摧毁了家庭这一传统社会的基本单位。自然生育被视为一种粗鄙的不洁的行为，父亲和母亲成为了猥亵的词语。这种技术的应用，其根本目的并非优生优育，而是为了切断人类最原始、最深刻的情感纽带——亲子之情。这与国漫玲珑的家庭观念有相似之处，不过美丽新世界更为极端。通过将人类的繁衍过程完全工业化、去情感化，世界国从根源上消除了忠诚、嫉妒、爱恋等一系列不稳定因素。
第二个层面，心理技术的控制，以睡眠教育和条件反射为代表的心理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教育和道德教化。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启迪心智，培养批判性思维，而是灌输教条，塑造行为。睡眠中的低语，将消费主义的口号、社会阶级的偏见、对体制的热爱，潜移默化地植入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处。这种技术使得思想控制变得无形而高效，人们不是被说服，而是被设定。第三个层面，药理技术的控制，以索麻为代表的药理学技术，成为了社会的终极稳定器。它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消解负面情绪的廉价方式。索麻的存在，使得人们失去了通过面对和克服困难来获得成长的机会。它让任何形式的社会不满和个人痛苦都变得可以被轻易治愈，从而根除了革命或变革的任何心理动机。世界控制观蒙德自己就是一个被压抑的科学家，他深知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真理，但他选择将这些可能动摇社会稳定的危险知识列为禁忌。科学在这里被严格的划分为有用的和有害的。有用的科学被用来改进生产效率，发明新的娱乐方式，而那些触及宇宙本质可能引发哲学思考的基础科学则被严格限制。这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一个完全由科学技术构建的社会，却因为害怕真理而扼杀了真正的科学精神。五个体的消亡，世界国的座右铭共有身份稳定，是理解这个社会精神内核的钥匙。这三个词，每一个都指向对个体 individual 的系统性消解。共有 community 在美丽新世界中意味着彻底的公有化，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情感和身体上的。人人都属于彼此这句口号，将个体的私密性、独特性和情感的专一性彻底摧毁。隐私和独处被视为反社会的怪癖，爱情被滥交的性关系所取代，因为深刻的一对一的情感关系会产生强烈的忠诚和嫉妒，从而威胁到集体的稳定。这种共有的实质是将个体溶解在一个无差别的浅薄的集体之中，使其失去作为独立精神实体的存在基础。身份 identity 在这个世界里，身份不是通过个人选择、奋斗和自我探索来获得的，而是在出生前就被预设好的社会标签。你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或艾普西龙，你的智力、体格、外貌乃至兴趣都由你的种姓决定。这种身份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而非人格性的。它剥夺了个体自我塑造的可能性，将人简化为社会大机器上的一个标准化零件。世界国里，人人都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但这种骄傲是被灌输的，其基础是虚假的。稳定 stability 稳定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神奇，而个体性则是它最大的敌人。为了稳定，一切可能激发强烈情感、独立思考和个人超越性的事物都被献祭了。为了稳定，世界国牺牲了高级艺术和宗教。莎士比亚的悲剧因为描绘了激情、冲突和痛苦而被禁，宗教因为指向一个超越性的不可控的精神维度而被索麻和团结祈祷仪式所取代。这背后的政治逻辑是，艺术和宗教是不稳定的制造者，他们激发深刻的情感，提出终极的问题，促使人们思考生命的意义。所有这些都可能动摇被精心设计的幸福表象。一个没有悲剧、没有崇高、没有神圣感的社会，是一个更容易管理的社会。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世界国的统治者深知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但他们采取了比1984中真理部篡改历史更为彻底的手段，直接废除历史。历史是胡说八道 ，History is bunk 是这个世界的信条之一。博物馆被关闭，历史文献被销毁，其政治目的在于切断参照系。没有历史，人们就无法想象除了当前制度之外的其他可能性。他们失去了比较和批判的基准，从而认为现状是唯一且自然的。历史是民族文化和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消灭历史，就是为了塑造一种全新的、完全服务于世界国的全球公民身份。在统治者看来，过去的战争、革命和苦难都源于不稳定的家庭、宗教和民族国家。抹去历史，就是为了确保这些错误不再重演。结论：赫胥黎的警钟为时而鸣。重读美丽新世界，我们不能不为赫胥黎近1个世纪前的远见卓识而感到震惊。他所描绘的那个世界，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们当下的现实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共鸣。我们或许还没有达到人工子宫和睡眠教育的程度，但我们是否正在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滑向那个美丽新世界？与1984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外部监视相比，美丽新世界的警告或许更为内在和深刻，它关乎我们是否会爱上自己的枷锁。赫胥黎在后来的重返美丽新世界中写道，他相信世界正更快地走向他所描绘的未来，而非奥威尔的，因为通过快乐来进行的控制远比通过痛苦来进行的控制更为持久和有效。美丽新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永恒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它迫使我们反思，
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没有痛苦的安逸，还是包含痛苦在内的完整人性？是无脑的快乐，还是充满挑战的自由？是虚假的稳定，还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真理？赫胥黎的警钟，是为每一个在现代文明中享受着科技便利和物质丰裕，却可能在不经意间丧失精神深度和批判能力的我们而鸣。它提醒我们，守护人性的最后防线，不在于反抗外部的压迫，而在于捍卫我们内心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那份敢于直面痛苦、拥抱不确定性，并为真理和自由而战的勇气。因为一个失去了这份勇气的世界，无论多么美丽，都只是一个镀金的牢笼。